这印堂发黑，恐怕不日就有血光之灾啊！你说什么？我都逃到这里来了，还有血光之灾？快告诉我怎么解！我操！我是算命的，不是下降头的，讹我呢！死了！糟了，有麻烦了！不会有人怀疑是我杀的吧？哎呦 ，A 他呀 ，A 他呀！放大呀，放大！我操！会不会玩游戏？操！帮我挡下技能啊！我能全杀的！靠！一群菜逼队友！鹿儿，不要悲伤啊！我没有悲伤啊。话说，老头儿，你是谁啊？你这个逆子！我竟然穿越来到了燕国落坏人家的秦洛身上，父母早亡，眼前的老头是我唯一的亲人，现在也要死了。这开局，父母祭天，法力无边。老爷子，那啥，你别激动啊，我说着玩的。老爷子，我们家有没有啥传家宝啊？有，也是时候该给你了。哇，还真有，是万贯家财，还是戒指中的老爷爷？擎天神鹿，鹿儿，这是爷爷年轻时行走江湖，偶然从一个天师手中得到的，据说学会了窥视天机。可惜爷爷我一直没学会，爷爷走后你学会了，也算有个谋生的手段。窥视天机，我操！这么牛批！爷爷要告诉你最后一件事，秦家曾经也是显赫一方的家族，你父亲曾经参与过造反，最终失败，秦家上下被燕国通缉，我才不得不带着你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。造反？我们竟然是通缉犯！鹿儿，记住了，一定不要和皇室扯上关系。几日前，我用毕生精力算了一卦，你与皇帝，哎，老爷子，你倒是把话说完呢！算命算命，走过路过，千万不要错过嘞！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个人场，一银两一算。一银两，你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但可买一份未来的保障，让自己安心，让家人放心。嘿，这位兄弟，我观你颧骨饱满，日后定会有所作为，但机会能不能把握得住，还要看你呀。要不要我给你算算？哎，别走啊！你不算财运，也可以算算其他的。孩子是不是你亲生的，我也能算。这一天天的，什么时候才能碰到一个冤大头啊？冤大头来了！嘿，小道士，给本姑娘算上一卦。行吧，100银两。100？这么贵？你抢钱呢？要不你以为我在干嘛？没钱，没钱就别算了。听闻此人算命从未失手，此能力恐怕只有那位国师能与之相提并论。我想要躲过这一劫，只能看他了。哼，100就100，这么过分你都要算？100两，拿去。哎呀，这位金主啊，本相是能看风水、财运、重金求子都行。你要算什么？我要如何才能活命？如何活命？难道这家伙生病？不对，看这面色不像，有人追杀，亦或身负命案。官靴虽然相貌不俗，但手上却有宝剑。原来如此，是个犯了大事逃出宫的宫女，难怪要问我怎么活命。这么好的机会，必须要好好讹一遍。这印堂发黑，恐怕不日就有血光之灾啊！你说什么？我都逃到这里来了，还有血光之灾？快告诉我怎么解！我操！我是算命的，不是下降头的，讹我呢！死了！糟了，有麻烦了！不会有人怀疑是我杀的吧？去把东西收回来。是，陛下。
陛下，燕国女帝，我操，倒了8辈子姐妹，出门没看皇帝，女帝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危险危险！要是让她知道我是当年参与西莽之乱的秦家人，没准直接顺手将我送走啊！小道士，朕刚才听见你给他算命，算的还挺准，倒是有几分道行。你也给朕算算如何？无妄之灾呀，就不该贪一点钱财，引来这么大的因果。这位姑娘说笑了，我就是个江湖骗子，哪懂什么算命，就是出来招摇撞骗，混口饭吃。我就不打扰姑娘，告辞，后会有期。啊不，无期。姑娘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不会知道我身份吧？不应该啊。姑娘，我的挂件很贵，你恐怕要不要这么豪横啊？我算卦只算有缘人，我与姑算，不知道你想算什么呀？姻缘。姻缘，行，我这就算算。堂堂女帝竟然要算姻缘，3年的学艺都赌在今天上，希望能算得准啊！我操！女帝怀孕了，哪个猛人啊？你妈！闹鬼了？不能啊！这被看见鬼还震惊啊！我刚才出现幻觉了，还是我真学会了今天斩落？说说看，你算到什么了？我完了，到底该不该说？一旦被查到我是秦家人，说不说横竖都是一死。老爷子，你好歹教我一个逃命的方法呀！周围都是朕的兵马，跑不了。陛下说笑了，我可没想跑。朕倒是要知道你算到了什么天机，让你如此惊慌，甚至不惜准备逃跑。说。我算到陛下将来与我成婚，并且还有个即将出世的孩子，幸福美满。大胆小盗，竟然亵渎陛下，你找死！等等，我道行微薄，陛下乃95之尊，天命不是我能窥探的，没准是我算错了。对，一定是我算错了。你确定你刚才算的是与朕有个孩子，还幸福美满？这是有还是没有啊？你姓秦，能窥天命。朕记得20几年前，燕国有个神算秦家，参与谋反，最终失败，秦家自此落寞，隐藏于市井之中。你便是那余孽。调查户口都没你调查的清楚，完了，逃不掉了。没错，我就是神算秦家后代，你要怎么着吧？你刚才说朕怀了你的孩子，幸福美满，国泰民安。没错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很好，朕就给你这个机会。我秦洛行得端，坐得正，就算你杀了一个，我还有千千万万个啊！你说什么？女帝到底是什么目的？知道我是秦家后代，不但不杀我，还要娶我，这是一个皇帝能干出来的事儿？难道真是被我英俊的外表迷惑，缠我身子？陛下宣秦公子进殿。秦洛，拜见陛下。起来吧。哇，这女的好漂亮，带着一丝生人勿近的清冷。不知陛下叫臣等来有何事？今天叫皇叔与国师前来，是有要事相商。朕要重启青天剑，而他秦洛便是朕选的青天剑当代监正。我操，让我当青天剑监正？燕国3大集团的老大？据我所知，燕国的青天剑可不是单纯的观察天象、颁布历法，最主要掌握着燕国最大的功曹。这女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？陛下，不可！有何不可？陛下，青天剑现在可是一直由臣主持的。国师一直主持着国教事务，当年青天剑出了那档子事后，一直没有合适的人坐上监正之位，才不得不劳烦国师坐镇。现在朕已经找到了人选，所以国师现在可以让出来了。青天剑监正可不是陛下说换人就换人的，监正可不是什么地痞流氓都能担任的。陛下还是收收性子，免得意气用事，导致燕国动荡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这国师投生反骨啊，想要掌握燕国2大势力，女帝不干了。
朕若执意要换呢？陛下可不要自误，而且你以前是做什么的？有什么能力能够接替监正之位？我以前街上算卦的，也不知道算不算能力。算卦？陛下，你可真是糊涂啊！江湖骗子也信。你会算命，不如就算算本王的气运。气运不好算，但可以给王爷算算其他的。本王倒要听听你算出什么。我算到王爷今日有血光之灾，有言惑众，满口胡言乱语。王爷莫要不信，我的卦可从未出过错。尔敢诅咒本王！来人，将此人带下去，处以极刑。他是朕带回来的人，皇叔这是要越俎代庖。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成为监正？本王就替陛下做主了，陛下可有异议？你个臭算命的，竟然敢打我的脸！你虽然贵为王爷，但陛下是天子，您竟敢当面顶撞陛下，难道不该打吗？难道说王爷您觉得自己的地位比陛下还高？没有，不要强行诡辩，我只是在质疑你的能力。你说我有血光之灾，可我若没有血光之灾，你该当如何？没有，你都吐血了，这还不算血光之灾啊？两位现在见识到秦鹿的本事了吗？故意而为之，这种事怎么能叫本事？陛下果真要将青天剑交给他？没错。臣虽然只是代管青天剑，但怎么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若想从我手中拿走青天剑，也要看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你欲要何为？既然秦鹿算卦如此之准，还深受陛下信任，不知敢不敢与我比试一场？若你能胜出，我认可你能胜任青天剑监正一职。这感情好，那你想要比什么？就比你接下来的一卦是否能算出我们要比试的内容。意思是让我算出咱们接下来要比什么是吧？行，简单，我接了。本宫倒要看看这乡野道士有什么本事。卦术一脉，本宫虽涉及不深，但遮掩天机还是能做到。待本宫遮掩天机，看你如何算。苏黎竟然想从我手中拿回青天剑，简直痴人说梦。秦鹿，你将卦象写出，随后国师再说出比试的内容，你们意下如何？可以。OK， 这国师明显不是好忽悠的，看来得施展擎天神路了。陛下，若秦鹿算不出来，该当如何？不能一点惩罚都没有吧？若是他算不出来，任凭你处置。那就这么办。秦鹿，若你连这一关都过不去，那证明朕选错人了。我操！糟了，竟然啥都看不到。算不出来是吗？我果然只是个江湖骗子。来人，把这个欺君之人给我就地格杀！等等，谁说我算不出来？王爷，您就这么想弄死我？好歹给我一点时间啊！我劝你还是放弃，就你那点道行，还想要跟国师相比？以为能骗得某些人，就能骗天下人？愚蠢的人有，但不多。秦鹿，你到底能不能算出？若你算不出，朕也不能保你。我操，这就打算卸磨杀驴了？再给我实习时间。行，我就给你实习。实习过后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原来是你在搞鬼。我身为青天剑监正，天机一道，自然也会。即便不精通，但以我的功力，我与你也是皓月与萤火的区别。你以为这样就能难住我？天真！既然如此，老子反其道而行之。时机一到，秦鹿，你完了。陛下，我已经算出来。当真？那是当然。如此笃定，难道他真算出来了？等一下，陛下与秦鹿毕竟关系密切，暗中做手脚，我等也无法察觉。为了公平起见，陛下不如将他交给臣，让臣等会儿来公布。皇叔，你是不信任朕？臣只是公平起见，并没有针对任何人。给你又何妨？本王倒要看你死鸭子嘴硬到什么时候。国师大人，可以公布了。秦鹿，你真觉得自己能算出来？我觉得我行。国师，你把你想比试的内容说出来。
我竟然看不透此子。哼，故弄玄虚。听好了，我的比试内容是不比，没有比试内容。不比？国师大人，你如此行径和耍无赖有何区别？若没有比试内容，秦路如何算得出来？陛下，咱们设局之前可曾限制过比试内容？没有。秦路，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国师会说没有比试内容吧？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写的是什么。装模作样，本王倒要看看写的是这不可能，怎么会是白纸？国师没有比试内容，秦路交出了一张白纸，就已经算出了天机。不可能，假的，一定是假的。竟然真算到了本宫的话。我明明是摆了，竟然赌对了。本宫明明用符箓干扰了天机，你是如何算出来的？哼，想学啊？我教你。国师，朕选的新任监正如何呀？我承认他确实有些本事，是本宫小看了他。可他现在还不是监正，倒是有些本事，本宫就给你一个机会，我们再正式比一场。7日后青天剑大比，比试内容分别为灾害卜卦、驱邪降魔、造物。这次本宫不会留手，让你知道本宫为何能代替监正一职。国师对朕的话是不是有什么误解？朕说秦路现在是青天剑的监正，陛下可不要意气用事为好。朕现在不是跟你们商量，而是命令。监正之位岂能说换就换？2年前朕让国师暂时管理青天剑，听清楚，是暂时。你秦路听令，朕现在正式任命你为青天剑监正，你可愿意？我算是看出来了，这是皇帝要夺权呀！妈的，现在也没有选择。小子，你最好想清楚，有些位置不是你能做的。哼，我倒要看看这监正有什么做不得。多谢陛下厚爱。从现在开始，我秦路便是青天剑的监正。你找死！很好，国师，将监正的掌印交给秦路吧。本宫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坐稳监正的位置。装什么装？本来不想要的，现在我就当给你们看。哼，拿你要的东西。你才是监正，为何给朕？别演了，你弄这么一出，不就是为了收回青天剑吗？我这3年也不是游山玩水。据我了解，燕国现在明面上一片祥和，实则暗流涌动，女子当家可不会有那么多人认可，而且你身边能用之人不多。荒谬！不要不承认，你要是有人用，也不会抓我这个有重罪之人来顶替。现在东西到手了，陛下是不是可以放我离开了？朕可没有骗你，你若有能力就取朕。青天剑现在的监正是你，而不是朕。这女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陛下，不好了，青天剑暴乱了！再说一遍。陛下，青天剑那些人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陛下取消了国师监正之位，让一个什么都不。他们都不知道新监正的能力，所以提出质疑，发生暴乱，想让陛下给个说法。好，还真是翻了天了！一群家臣也敢质疑朕的决定。青天剑的那几位脉手正齐聚一堂，似乎在密谋。陛下需不需要去镇压？你怎么看？我怎么看？我用眼睛看。你现在是青天剑的监正，这件事情需要你去解决。我也可以现在离职。这他娘的，我一个空降的监正，在青天剑一点人脉都没有，我拿脑袋去解决啊！我真没想当监正啊！离职可以，不过你可要想好，一旦离职，你就是燕国的重犯，恐怕走不出这皇宫。你好歹也是女帝，还能再无耻点吗？你若能完全掌控青天剑，朕就立马抹去你秦家之罪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一言为定。放心，朕也会帮你。我已经让青商给你准备好了一切关于青天剑的信息。哼，简直岂有此理！我青天剑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？监正说换就换，要我说直接罢工。薛兄，
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既然女帝不仁，就别怪我们不义了。薛兄想要怎么做？难道薛兄想要造反？这可是大事啊！万一什么？老子就算造反怎么了？我钦天剑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？女帝有管过钦天剑吗？你们自己看看，曾经钦天剑是什么样子？曾经钦天剑有6部，现在钦天剑又是什么样子？拆的拆，分的分，还有一点曾经钦天剑的样子吗？要不是王爷和国师对钦天剑照顾有加，要不是我们经过几年的努力，钦天剑早没了。现在倒好，钦天剑好了，女帝就想要来摘桃子了。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？没错，没有我们能有现在的钦天剑。空降一个监正下来，听说还是个毛头小子，把我们钦天剑当什么地方了？让我们听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毛头小子的命令？不可能！没错，薛兄，你资历最老，你说怎么办？我们都听你的。我觉得钦天剑该独立出去了。独立？没错。可是我们没了朝廷的资助。哼，朝廷有给过我们资助吗？别忘了，一直资助我们的是王爷和国师。女帝不仁，那我们以后钦天剑就不再受朝堂管辖，自己拜入王爷一方。是个不错的主意。同意。见过造反的，没见过这么明目张胆造反的，大张旗鼓的密谋。放肆！你是谁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我是谁？我是你爹，我是谁？哪里的小儿，敢闯钦天剑？你胆子真的大！放肆的是你们！秦大人乃是陛下钦点的钦天监监正，你就是女帝封的监正。怎么看不出来吗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这监正的身份，我们可不认。这3人就是女帝给的信息中的薛齐、邢路、唐宫。现在钦天监的3大脉手，果然都是投诚反骨，想要拿下钦天监，就要立威。就拿你们3人开刀吧。那你们认谁？我们钦天监只认国师，只有国师才是我们的监正。真是笑话！一群老大爷们儿，竟然甘愿拜倒在一个娘们儿裙下。侮辱监正，你找死！看清楚这是什么了吗？监正掌印，国师竟然将监正掌印交出去了。国师见我腿都在抖，让他交出掌印很难吗？你的话挺多的，我若没猜错，你应该就是天部脉手的薛齐了。没错。滚！既然是脉手，这是你能坐的位置吗？你说什么？老子说的话你没听见？滚起来！这个守卫是我的，你什么身份？一个脉手也敢做守卫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什么档次，也敢跟我坐一样的位置？混账！老子今天来就是通知尔等，从现在开始，我秦路便是钦天监现在的监正。我们这里人谁的资历不比你老？钦天监讲究的是能力，即便你是女帝钦点又如何？所以说你们想要造反？好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薛齐宣布，钦天监从此投效王爷。你确定？一口唾沫一口钉。杀了！你敢？我可是……你竟然杀了薛齐！燕国从立国开始，钦天监便是燕国的一部分，受陛下管辖。我乃陛下亲封的监正，当然有处理你们的权利。薛齐意图谋反，该杀。刚才我听见你们似乎很赞同他的做法，现在我秦路便是钦天监监正，没赞成，没反对。看来还有人不服啊！唐公，工造部脉手，你不赞成，看来也是反对喽。你如此行径就不怕？你也不赞成？我赞成，我赞成，还请监正饶命！贱骨头，本监正还是喜欢你刚才桀骜不驯的样子，不过看样子识时务的只有你一个。我等拜见监正！我当监正，你们可服？服了，还请监正放我一马。
我一定为监正马首是瞻。很好，薛齐、唐公二人意图谋反，现已当诛。现在立马去抄家，男丁入狱，女子送入我家，送入教坊司。凡是与两人有牵连者，全部连坐。我等领命。走，跟本监正先去抄家。陛下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什么事？秦鹿在京城杀疯了。秦鹿在钦天监杀了工部脉首、天部脉首，手段凌厉，杀鸡儆猴，不错。那两脉好像已经投靠了皇叔与国师了吧？杀了就杀了。话是这么说没错，但秦鹿简直就是个杀胚，不仅杀了这两人，还要将所有有关之人全部杀了，其中可牵扯甚大。什么？他现在在哪儿？正带着人抄家呢，而且抄的东西全进了他口袋。马上阻止他！朕给他杀生大权，不是让他这么用的。何事如此慌张？王爷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说，根据我们在钦天监探子传来的消息，秦鹿接任监正后，为了立威，连杀工部脉首唐公、天部脉首薛齐。什么？薛齐可是本王的人，他也敢杀，反了天了！不仅如此，他还下了令，将所有与两人有关的人连坐。现在顺着薛齐的线索，查到了我们一处隐秘之地，那里面可是藏着黄金10000两。找死！一旦那里被查，可是损失惨重啊！马上派人去阻拦。是。等一下，本王亲自去，你们去恐怕拦不住。这里是薛齐的家。回禀监正，这是我们找到的薛齐一处暗宅。薛齐这么有钱，下官也没想到薛齐竟有如此大的家产。错了，这要是全拿下，我还不得家财万贯，谁当监正啊？唉，有怀过恨，心安伤。大人，唱的不好听也不用哭啊。混账，我是为伤心而哭。想不到薛齐这反贼搜刮了这么多的民脂民膏，我是为国家、为人民而哭啊！伟大的，怪不得监正大人受到陛下青睐。大人，初步点算，薛齐的家产一共38万两。哎呀，这反贼竟然捞了这么多钱！我这辈子最讨厌贪污的，我一定要启奏陛下，将贪污的人五马分尸。大人，小的看错了，薛齐的家产应该是380万两才对。什么？我一定要再启奏陛下，对付这些贪官，一定要扒皮抽筋。你想不想试试啊？大人，下官这下看清楚了，薛齐总家产一共1380万两，还有很多没记录的，下官建议啊，把它全部搬到大人府上，让大人点清后再上交朝廷。好，发财了！我操，下辈子都不用努力了。他们是什么人啊？哦，这些呢都是薛齐的女眷。这么多，一个钦天监的脉首，还真不简单啊！看来这些年贪污的不少。大人，他们该如何处置？其中几个长得还不错，要不要给大人你送去？操，本监正是那样的人吗？我又不是曹贼。是小人僭越了。弄清楚他们的身份，若是被强迫的，就给点盘缠放了，其余的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怎么回事？回禀大人，我们从后院发现此人在焚烧一些文件，被我们抓了个正着。什么文件？不清楚，全部都被销毁了。我们赶到的时候，就看见他把最后一份也焚烧了。有意思，这种情况了还销毁东西，看来很重要。说说是什么？哼，我烧的只是一些房契地契。薛大人对我有恩，现在薛大人被你害了，
这些东西绝不留给你。你觉得本监正会信？带下去严刑拷打，我要知道他销毁的是什么。是。很好，一个薛奇就抄了这么多东西，不知道唐宫又能抄到什么？将这些东西都带回去。现在我们去抄唐宫去。这些东西你恐怕带不走。见过王爷。什么风把王爷吹来了？放肆！没有教养的东西，见到本王不知道行礼吗？王爷是以什么样的身份让我行礼？是以皇室王爷的身份，还是现在朝堂内阁阁首的身份？有什么区别？你见本王就该行礼。我是钦天监的监正，按照官职与王爷同等，你又有什么资格让我行礼？还是说王爷准备用辈分倚老卖老？那我倒是没问题。好，好，好，当上监正就目中无人了。我不想跟你闲扯，王爷若是没事，离开吧，别耽误我办案。这里是本王的地方，你敢动本王的东西？王爷说笑了，此处乃是反贼薛奇的私宅，什么时候成了王爷的东西？本王说是，他就是。也就是说，薛奇是王爷安插在钦天监的人。薛奇蛊惑钦天监众人意图造反，并且暗中贪污了钦天监的财宝，藏在此处。本监正一路查到此处，有理有据。王爷说此处是王爷的，难道王爷也参与其中？你敢污蔑本王？这可是王爷你自己说的，王爷可要想清楚造反的后果。秦洛，有些话可不要乱说。王爷未来怎么样我不知道，但现在王爷敢认吗？或者说王爷准备好了吗？你本监正再问王爷一遍，这里是王爷的还是反贼薛奇的？秦洛，难道你不准备卖本王一个面子？秦洛可以卖，监正卖不了。你若现在离开，我们还能成为朋友。俗话说，多一个朋友多条路，你初来乍到，还是谨慎一些为好。燕国虽然安全，但谁也不知道会不会发生意外。王爷既然这么说了，这个朋友我得交。很好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本王给你这个机会。王爷，作为朋友，是不是该礼尚往来啊？你想要什么，本王送你。跟本王斗，最好还不是要乖乖妥协，等本王抽出手了，再慢慢对付你。这可是王爷说的，我的要求也不多，王爷就将这个宅子里的一切送我即可。混账，你敢戏耍本王！王爷这话说的怎么是戏耍呢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要求。找死！本王就看看今天谁敢动宅子里的东西。陛下到！拜见陛下。该死，他怎么来了？秦鹿，整个京城都在传你大张旗鼓的抄家，你在干什么？陛下，我接管钦天监后，发现薛奇等居然私吞了不少钦天监的钱财。根据线索搜查到这里，好巧不巧的是，王爷也来了，还说这里的一切都是他的。王爷，可有此事？秦洛，你少放屁！本王就是来看看。原来是误会，我还以为王爷跟薛奇是一伙的。既然王爷看也看了，是不是该滚了？你想要挑起燕国争端吗？陛下这话我可就听不懂了。我可是奉陛下之名接替监正，整改钦天监的风气，怎么就变成争端了？薛奇贪污了多少？根据初步统计，一共380万两。什么？一个卖手敢藏私这么多？我也很惊讶。你做得很好，钦天监的确该倾诉一下了。剩下的事情你不需要管，朕还让人接替你，这些东西朕带回去清点。我操，摘桃子，你是怎么脸不红心不跳的说出这句话的？什么意思？陛下不是让我不要管了吗？我一个监正，连钦天监内部的事情都无法做主，还要这监正干什么？你……陛下放心，我立马叫人撤走，让陛下的人接手此处。我虽然当监正1天，但我觉得行路是个人才，绝对可以胜任监正一职。罢了罢了，钦天监的事情，朕不管了。恭送陛下。进我口袋里的东西可没那么容易送出去。监正大人，有人送来一份请帖。请帖？谁的？万花楼花魁，乡李陵。一个花魁也想请本监正去，面子也太大了。大人，这个花魁有点不一样，
什么不一样？我调查发现，他似乎与我们青天剑有某些关系。哼，与青天剑有关系的多了，难道一个有蛛丝马迹的阿猫阿狗我都得去一趟吗？大人息怒，据说此人长得那一个闭月羞花，沉鱼落雁，连王爷苏格都倾慕不已，令无数京城青年才俊神魂颠倒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本监确实要亲自走一趟，调查调查。不错，不错，琴声悠扬，还是那么好听。王爷，这是小女子的私处，哪怕您是王爷，也不能无故擅闯，还请你离开。本王劝你也好好想想，你父亲可在本王手中。你，没想到向里图倒是生了个水灵的女儿。本王也很久没近女色了，你倒是可以给本王取乐。你要是把本王伺候舒服了，没准儿会让你们父女见上一面。放开那个女孩，让我来。王爷居然想强迫一个小姑娘，是不是有失身份啊？秦洛，你敢来坏本王的好事？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本监正可是受到了相姑娘的邀请而来，可不像你不请自来。秦洛，朝堂上的事情就算了，你现在连我看上的女人都要打主意了。抱歉，我也看上了她，不知王爷是否割爱？你想要也行，跪下来求本王，我看看心情。王爷不妨换个要求，本监正可以用薛齐府邸的财宝交换。你觉得本王缺那点钱财？不过既然你想要它，本王也给你一个机会。来人，上酒。王爷这是何意？是要与我喝一杯？你不是挺会算卦的吗？这2杯酒，一杯毒酒，一杯无毒，只要你喝到无毒的酒，本王就让你将人带走。本来这酒是给向李陵准备的，多秦洛一个正好。王爷是在开玩笑？你觉得本王在给你开玩笑？这不是你钦天剑，你想要带走人，总要表示一下吧。向李陵身上的秘密到底值不值得我冒险？苏格恨不得弄死我，恐怕面前2杯酒全是毒酒。怎么，你不敢吗？有什么不敢？王爷如此盛情邀请，我只是在思考选哪一杯，毕竟选错了可是会要命的。那你可得好好想想。我选……果然和我想的一样，2杯酒都有问题。想好了，我选这杯。我还以为你真什么都能算到，看来不过尔尔。喝吧，喝下去就只有死。既然选好了，那就请吧。谁说我要喝了？你什么意思？我这人运气一直很好，我觉得我选的这杯酒没有毒。你不喝，怎么知道有没有毒？我从小体弱多病，不胜酒力，所以酒就不喝了。但是我能证明这杯酒没问题。你敢戏耍本王？既然不敢喝，就滚！谁说我不能证明？看好了，盘子都融化了，如此一来，这杯有毒的酒已经被我倒掉，是不是可以证明本监正选的这杯无毒？你现在酒也选了，按照约定，他现在是本监正的人了。向里姑娘可愿意跟本监正？想清楚，这关系到你下半生的幸福。以后还请公子怜爱。明智的选择，多谢王爷割爱。这美人儿，看来王爷无福消受了。毕竟王爷年纪也大了，即便得到了，也力不从心，总想着玩一些阴谋诡计，是不是脑子也不好使了？你找死！我等着。本王让你们走了吗？几个意思？王爷是输不起？对，我就是输不起。想要硬抢？王爷莫不是以为只有你带了人吧？你什么意思？现在可以好好说话了吗，王爷？你人多又如何？你胆敢对我动手？苏格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
让开，本监正可以饶你谋杀本监正之嫌。胡说八道！我何时谋杀你？刚刚王爷跟我打赌，说只有一杯是毒酒。刚才有毒的那杯酒已经被我倒了，这杯按理说是无毒，你敢喝吗？怎么？难道王爷不敢吗？还是心中有鬼？王爷，请开始你的狡辩。秦鹿，你会后悔今日的举措。别忘了，你还有把柄在我手里。向里姑娘这房间布置的别有一番风味呢。寒舍有些简陋，比不上监正大人的青天剑，还望监正大人别嫌弃。好了，说说吧，你费尽心机让我来的目的。监正大人说什么？小女子可听不懂。苏格擒住你的时候，你一直看向我，就差开口让我救你。我若没猜错，你这诗词会本来的目的就是为我准备。这女人到底是什么目的？小女子可没有这样的本事，监正大人多虑了。或许是我多虑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本监正是不是可以拆礼物了？拆礼物？当然，我赢了你，你不就是本监的礼物？管你有什么目的，先把便宜占了再说。监正大人何必心急？小女子又跑不了，小女子先给监正弄一些东西填填肚子。什么食物现在都不如你美味，所谓秀色可餐嘛。呸，淫贼！你说什么？小女子说，既然监正大人不饿，不如先让小女子沐浴后再伺候大人。不行，得按照我的流程来。什么流程？就是先睡再洗，边洗边睡，洗完再睡。又到了万物复苏的季节。神呢？监正睡得可还好？我操！我操！秦猛了，出幻觉了！向里姑娘这是干啥？难道是我昨晚不够卖力？嘿，信不信本姑娘一剑杀了你？不信，你要杀的话，昨晚就动手了，何必丢了清白再杀？多此一举。本姑娘是不敢杀你，但是割了你还是敢的。淡定，好歹也算同床之友。你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。本姑娘现在算不算你的女人？算，当然算。那我的父亲算不算你的岳丈？那肯定的。既然如此，他出了事，你作为我男人，是不是应该去救他？救？不对劲儿，原来是这个目的。你先跟我说说他犯了什么罪，被谁抓的？造反，现在关在国师府。啥玩意儿？造反？你还是一剑剁了我吧！开什么玩笑？你要是其他罪，我还能周旋一二。造反？我现在监正都是苏黎给的，我拿什么救？哎，等等，造反？为什么被关在国师府？那本姑娘就成全你。等一下，有话好说。就算是我想要救也没办法呀。国师府内阁青天剑看似三大势力，但现在青天剑根本无法与国师府抗衡啊！你现在有了，我将真正的青天剑交给你。真正的青天剑？你什么意思？姓秦，今年25，爷爷是秦风。调查的挺仔细的。你爷爷是不是传授给你了一本《秦天神传》？这你也知道？不对呀，老头子可是说过，除了我们秦家，没有人知道的呀。不是说是秦家不传之秘吗？老头骗我。那神棍书当年编写时，我父亲也参与了其中。什么玩意儿？我怎么越听越糊涂？还有你到底是谁啊？我父亲曾经是青天剑工部脉手，也就是你父亲秦明的手下。等一下，你是说我父亲曾经是青天剑的监正？没错，你可知辛卯之变？听过，但不知道。15年前，皇位交替之时，先帝重病不起，本该由太子继位，但太子无能。几位皇子中最出色的便是魏王，魏王深得人心，你父亲也站在魏王一边。你父亲等人曾经推算，说是将燕国交到太子手中，燕国必亡。于是，在魏王的率领下，在辛卯时发动了政变，这便是辛卯之变。原本一切按照计划进行，但变故出现在了国师府，将所有皇子都卷入其中，最后包括魏王在内的所有皇子全部牺牲，只有最小的厉王苏格活了下来。所以
辛卯之变失败了。不，辛卯之变成功了。皇子都死了，怎么可能成功？谁都没想到，最终参与的皇子全部身死。但皇子死了，皇室血脉还在。厉王苏格？不，是现在的女帝苏黎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有点懵啊。当年起义的时候，其实魏王与你父亲就做了最坏的打算，即便他们起义失败，也要让魏王唯一的子女苏黎继位。所以辛卯之变不算失败。还能这样啊？当年你父亲推算出了2个计划，魏王继位最好，若是魏王无法继位，就只能实行斩首计划，杀掉所有皇子，保苏黎。我父亲这么牛批？辛卯之变结束后，秦家便被下了追杀令，秦老爷子带你离开了京城，为了将你撇清关系，甚至都没有告诉你秦家的一切。这是什么？青天剑的权利，你爷爷留给你的，还有你和苏黎的婚书。我操！难道我的卦象开始应验了？青天剑曾经一共分为6部，其中1部很早之前就分离，辛卯之变后，暗部与隐部也分离。我现在掌管着暗部，这些才是青天剑真正的力量。现在物归原主。这婚书怎么回事？你与苏黎从小就定下了娃娃亲，我和父亲留在京城就是为了等你，但不知道你是如何瞒过我的眼线进城的。哼哼，我他妈是被女帝绑进来的。青天剑我还给你了，现在就问你救不救我父亲？难怪你父亲被抓，他们以为这些东西在你父亲手里。救，当然要救。不过什么？你刚才拿剑指着我，让我受到了惊吓，我需要你补偿我。你要什么补偿？当然是像昨晚一样补偿。不知国师请本监正前来，有何指教？还真别说，白新欢长得真不赖，30多岁的人，保养的与20多岁的女子差不多。今日请监正来，只想结交一番。那日在朝堂之上多有得罪，还望监正不要记恨。哪里的话，我这人从不与女人计较，更何况还是个漂亮的美人。不过国师今天找我，恐怕不是这么简单吧？本宫就喜欢跟聪明人对话。国师但说无妨。相比你现在也清楚燕国的形势，女帝苏黎不得民心，甚至仗着自己武功用武力镇压朝堂。然后呢？不如我等联手。看来是得到了消息，知道我重新掌握了青天剑旧部，白新欢坐不住了。国师难道不知道我是女帝一手提拔的？你这么做是让我不仁不义。虽然你是由女帝提拔，但她给不了你更多，而本宫和王爷可以。可以，不过得加钱。只要不站苏黎阵营，什么事都可以商量。当真？当然。我若是要你呢？什么？我说我要你，国师也愿意。你这是取死之道。哎，国师刚才不是说什么都可以吗？我这人没什么志向，权力、金钱、女人，女人至上。当初第一眼看见国师，就被你迷得找不到北，一直在想着什么时候能与国师一亲芳泽。本宫可没说你可以轻薄我，放开！看来国师也只是说说而已，想要让我跟你合作，至少也要拿出些诚意。大饼可没有美人香。本宫可以满足你其他愿望，你想要美人，京城中只要你看上哪位姑娘，本宫都可以给你带来。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，一个是你，一个便是女帝。你是要拒绝本宫好意？是你在拒绝我。我们本就是利益纠缠，想要维系这种利益，主要有纽带。比如国师为我生个孩子，我们用孩子来维系我们之间的关系。你找死！既然谈不拢，今日就当本监正没来过。等一下，国师想通了，本宫可以答应你。若是真的推翻了女帝，本宫委身于你又有何妨？这么过分的条件都答应？
不达目的不罢休，国师这饼我可咽不下，不如来点实际的，坦诚相见，才能更好的深入合作。合作嘛，当然是要你知我长短，我知你深浅，知己知彼，取长补短。你真当本宫不敢杀你？哼，我就站在这儿，国师要动手，请便。刚才的条件是本宫最后的让步。既然国师不愿意，那不如换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放了乡里图。乡里图可是辛卯逆贼，是又如何？昨夜夜袭国师府的，果然是你青天剑的人。这么说也没错。你好大的胆子，敢与辛卯逆贼联合，就不怕本宫上奏？我们谁比谁干净？你可当着我的面让我背叛女帝，我就问你一句，这人放不放？想都别想！好好好，今天我把话撂在这儿，不仅乡里图我要，连你我也要。看来只能去找苏黎了，毕竟辛卯之乱的受益者，苏黎或许有办法放乡里图。色胆包天，一个死人而已。要的东西已经到手了，国师府中这么多人都听见了，乡里图是他的人，这次本王看他如何脱身。2日后，午门问斩乡里图，将这伙人一网打尽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好烫啊！我还以为遇刺了，还好，原来是感冒发烧了。不对呀，这也烧得太厉害了。陛下，我马上去叫御医。不要！你这是重病，必须叫御医来治，要不然会烧成智障的。清朝，朕说不用。陛下，你照顾好他，我去找御医。不能去！你们一个个都疯了，他都烧成这样了，不叫御医等死吗？陛下，这不是病。不是病，那是什么？这用功疗伤？别打扰我！不行了，竟然压制不住了。压制不住了是什么意思？他不会有性命之忧吧？这难道是中了什么毒，需要一个武功高强的人压制？怎么会没有性命之忧？那怎么办？现在能救陛下的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和陛下同床。你没开玩笑？这是什么救法？陛下并非中毒，而是修炼的功法所致。你知道陛下拥有这一身武功用了多久吗？多久？5年。5年成为绝世高手，不会是练的什么邪功吧？陛下5年前还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，5年后成为女帝，习练的便是天心诀。此功法可让人短时间内功力大增，但有得便有失，副作用便是情毒，每隔一段时间发作一次，越往后越频繁，这便是代价。这几年一直是我在用功力帮陛下压制，上次就很惊险，现在我也无能为力了，想要化解只能成婚。这有必要吗？你懂什么？女子登基，你真以为那么容易？若不是陛下拥有这一身实力，能震慑住那些宵小，这么长时间他就没找过男人？陛下洁身自好，一直用武力压制。果然啊，这皇位不是那么好做的，历来如此。现在陛下的功力已经远胜于我，我没办法压制了。既然必须选了你，等一下，这是他的意思？我的意思，我和苏黎虽然有婚约在身，但我也不是这么随便的人，而且有些人睡不得啊。要不我们从长计？我操，你要干嘛？姐，我叫你亲姐，商量商量。便宜你了。我他妈不想占这个便宜啊，会死人的。晚了。我觉得可以试试找其他办法，大可不必这样。你以为陛下没有找过吗？等一下。说。你至少也要把我穴道解开啊。想得美。你放心，我绝不会逃。我这菜鸡想逃也逃不了啊。那你解穴作何？反正都这样了，我也反抗不了了，至少也要让我占个主动吧，这样跟躺尸有啥区别？喂，别走啊，商量一下啊，解个下半身也行啊，实在不行我退一步，解个上半身，让我有点参与感啊。
从现在开始，任何人不得靠近陛下寝宫一步。是。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陛下，你坚持一下，忍忍就过去了。我真的只想当个监正而已啊！淫贼，朕杀了你！我操！等一下，我有话说。淫贼，你去阎王殿说吧。我他妈也是受害者呀！淫贼，你毁了朕清白，还说自己是受害者，朕就没见过你这么无耻的人。我被点了穴，躺在这里连个手指都动不了，衣服都是你给我脱的。我不是受害者是什么？你知不知道我这2日遭了多大的罪？谁把你点穴放在朕寝宫的？这皇宫除了你吧，还敢动我？你觉得是谁？经常为了捡你的情毒，把我给绑了。我现在心灵还在受伤中。给朕滚下去！轻伤，给朕滚进来！卿常拜见陛下。你就是这么当朕的护卫的？陛下，我已经压制不住了，才出此下策。燕国不能没了陛下。你当时身边只有秦禄在，所以别说了。陛下，昨日发生了一件大事。何事？王爷苏格不知道从哪抓了一个辛卯之变的叛徒，准备在明日午门问斩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千真万确。都是你，害得老子正事儿都忘了。你都给朕闭嘴！问斩的是什么人？向里图，曾经钦天监工部部首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苏格给抓了。我已经查了，当年的确有此人。有没有办法救下他？消息都传出去了，现在就算朕想救，也救不下来。我先回青天剑想办法。妈的，这都什么事儿？稀里糊涂的被苏黎给睡了，还耽误了救人。尹部部首孙焕拜见监正。你就是尹部部首？正是属下。我让调查的事情怎么样了？上面的都是真的？千真万确。这苏格图谋甚大呀，还有一支私兵，这是早就准备造反了呀。明日苏格就会在午门问斩向里图。去给我造一份辛卯之前钦天监的花名册，做真一点。明日本监正就送他一份大礼。让开！秦禄呢？让他出来！这是要闹哪样？秦禄，你不是说你想到办法了？为何我爹要问斩了？中间出了一些问题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放心，我说会救你父亲就会救，我已经在想办法了。不过你不是说你父亲在白清欢手上，现在怎么跑到苏格手上了？还用问？当然是两人狼狈为奸。这样的话，我还要做2手准备。你要如何救我父亲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现在我要知道苏格如此大张旗鼓问斩的图谋是什么？以儆效尤，凸显功绩。没那么简单。能够掌控内阁那么多年，这王爷可不是草包。不过我大致猜到了。什么目的？想知道？怎么也要有点好处啊。这可是我想了很久才想通的。你有什么好处？男女之间还能有什么好处？你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那些龌龊事？讲良心啊，我这2天为了你的事可是受尽了苦难。你进皇宫跟你那未婚妻女帝在一起，还能受什么苦难？那可就大了，被点了穴，2天1夜不能动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若是陛下死了，陛下所做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？你若是下次再自作主张，朕饶不了你。是。这2日外面可有发生什么事？有一件，苏格要在明日午门问斩向里图，据说很多大臣都会前去观看。向里图，朕记得他好像刚在国师手里，现在又落到苏格手上了，而且还大张旗鼓的问斩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明日去午门看看。午门问斩，到底救还是不救？青天剑当年的东西，应该还在乡里图手中。唉，多事之秋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王爷放心，一切都办妥了。明日午时，所有大臣都会来观看，甚至女帝也有可能会来。秦禄呢？这么大的事情，要杀的还是他的人，他绝不会缺席。那就好，本王就是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公布他的身份。
他这监正做了几天，也该做到头了。秦璐只是个小角色，大人不妨再大胆一点，借用此事让你弟失去朝廷信任，逼迫他退位。这与本王和白清欢计划的不一样。大人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。你说的对，若是此事成了，本王给你头功。怎么样？按照监正的吩咐，已经制作完成了。不会被看出破绽吧？监正放心，里面所有名字都是15年前青天剑的人员，没有一人是假的。我只是涂抹了向里图的名字，除非上一代的监正，否则不可能有人看出破绽。甚好，苏格喜欢玩，本监正就陪他好好玩玩。监正，还有一件事，我们的探子在京城外发现了苏格私兵。又是搭台唱戏，又是调集私兵，这苏格连私兵都暴露出来，看来这场戏的确很大。我越来越好奇，他到底唱的是三打白骨精，还是请君入瓮了？让暗部的人监视，一旦有动作，直接给我拦下。不管他唱的哪出，这些私兵都不能进城。午门我也去，我会吩咐下去，让暗部的盯着。胡闹！你是暗部部首，你不盯着，出了乱子怎么办？我要去救我父亲。你父亲交给我，我保证救他出来。东西都准备好了，向里图我一定会救出来。好，走吧，我们也该出发了。国师大人有些不地道，俗话说买卖不成仁义在，可你却直接将人交给了苏格。既然监正不愿意合作，本宫当然要找一个愿意合作的人。没有商量的余地了。监正说笑了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觉得呢？那本监正倒要看看你们二人唱的什么戏，又不知国师到时候怎么收场。那时候你看不见了。若国师收不了场，倒是可以来找我，条件不变。本宫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高招。各位同僚都是朝廷的肱骨之臣，想必也知道今日本王为何大张旗鼓要亲自问斩一个罪人。今天本王就告诉你们，此人名叫向里图，乃是15年前钦天监之人，更是辛卯之变的参与者。老夫没听错吧？竟然还有辛卯逆贼活着！怪不得王爷要大张旗鼓，这些逆贼试图颠覆我燕国，该杀！本王作为辛卯之变唯一活下来的皇室子弟，肩负整个皇室，欲要为当年死去的皇兄报仇。凡是被本王抓到一个逆贼，本王绝不姑息，以儆效尤，让他们知道作乱的下场。等一下，臣等参见陛下。免礼。陛下为何要打扰本王处决辛卯逆贼？既然此人是辛卯余孽，朕觉得暂且留一条命，要比直接杀了更好。作为辛卯之变苟延残喘的逆贼，能活到现在，身上定然有秘密，没准还能从他身上找到突破口，抓到其他逆贼。陛下说的有道理，不能放过其他余孽。王爷还请手下留情，我等一定全力协助王爷，将其余逆贼全部拿下。各位稍安勿躁，陛下想到的，本王自然也想到了。3日前，本王就抓到了此逆贼，在本王的严刑逼供下，此人的确说出了他的一些同盟。各位可想听听都是些什么人？敖叔真是好手段，不知道都是些什么人。辛卯逆贼除了台上的向里图外，还有不少人。本王今日问斩，就是为了引出这些人，刚好他们就在台下。难道苏格要直接指出情路？不行，朕好不容易从他们手中拿回青天剑，若是让他指认情路，就连朕都不一定保得住他的位置。朕觉得此事过于重大，
皇叔既然抓到人，还是将人交于朕吧。陛下，难道要如此明目张胆的包庇吗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陛下包庇罪犯？刚才王爷可是说逆贼就藏在我们当中，到底是谁？简直反了天了！他们要干嘛？难道还要上演一次午门之变吗？制造这么大的动静，就是为了在百官面前揭露我的身份。杨某，苏格，你放肆！本王既然敢说，自然已经有了证据在身。各位可知他的身份？他叫向里图，乃是15年前钦天监工部部首，而他的女儿向里玲更是现在钦天监的暗部部首。而这向里玲还和秦禄有关系。就在2日前，我王府与国师府都遭到暗部的人偷袭，钦天监监正在国师府亲口承认是他所为，目的就是为了救向里图。怎么会这样？钦天监居然和辛某逆贼有瓜葛，简直岂有此理！等一下，这一任钦天监监正秦洛可是陛下亲自任命的，难道？想必各位也猜到了吧？我们的好陛下不仅不杀逆贼，反而包庇他。若是本王将逆贼交给陛下，15年前本王那些皇兄的冤魂，谁来安抚？苏黎，今日本王就带皇室问问你，你愧对得起皇室列祖列宗吗？倒行逆施，你已经不配当燕国的皇。原来你们是这个目的。哼，本宫做事何须与你解释？不对，刚才白金欢的表情明显也很震惊，也就是说，此事他并不知情，是苏格一手主导。苏格，你大胆！我大胆？本王今天就大胆了。今日苏黎不给天下一个交代，不给皇室含冤而死的长辈们一个交代，今日我苏格第一个不同意。厉王，你敢污蔑朕？污蔑？本王讲的是事实。你要不是乡里图的同盟，为何要跳出来？本王若是向你汇报了，会有今日的问斩，恐怕乡里图早就被你放了吧。朕父王死于辛卯之变，朕有什么理由放过逆贼？魏王的确死于辛卯之变，但你别忘了，辛卯之变就是魏王发动的，而你能坐上这个座位，也是因为辛卯逆贼。你学习的武功，难道不是逆贼给你的吗？朕登临大宝，乃是天命所向。本王可是有证据的。是与不是，朕需要向你交代。那就向这燕国天下交代。15年前逆贼谋反，差点让皇室绝后。苏黎身为女帝，却再次与逆贼同流合污，愧对列祖列宗，意图颠覆江山社稷。本王今日请女帝退位。你要逼朕退位？你有愧于燕国皇室，若是再让你祸乱朝政，任用逆贼为重臣，燕国迟早会毁于你手。你们也想让朕退位？请陛下退位。你们原来如此，这就是你们暗中的谋划，放大事件，逼苏黎退位。是又如何？国师可是要想清楚，一旦造反失败的后果。苏黎已经被逼到边缘，大局已定。本宫说过，让你与本宫合作。是你自己不把握机会，你这监正也做不了几天了。虽然本宫也没想到苏格竟然这么做，但苏黎明显没有准备，还真能将他逼退位。是吗？那我也给国师一个机会，条件不变，我保国师安全脱身。你找死！看来国师不屑，我等着国师来求我。精彩，真是精彩！还有没有逼陛下退位的？还有的话，我再等你们一会儿。秦禄，你这个逆贼还敢出现？逆贼？我看要反的人是你吧？你这意图颠覆燕国的匪贼，都大张旗鼓的搭台唱戏，本监正为何不敢出来？还是说你怕本监正出来揭露你的丑态？放肆！你既然敢出来，本王正好将你一起抓了。你不该出来。我怎么能忍心看着有人欺负我的女人？苏格明显预谋已久，朕都没有准备，你来了又如何？打个赌，我若帮你化解了这场危机，够不够资格成为你的未婚夫？
别忘了我们当初的约定。等你化解了再说。你口口声声说本监正是逆贼，证据在哪儿？逆贼向里图的供词就是证据。拿这玩意儿当证据，你脑袋里装的都是屎吗？那我现在随便去抓一个人，逼他写下供词，说你意图谋反，是不是也可行？逆贼，休要胡搅蛮缠，事实胜于雄辩。事实？你说他是15年前钦天监工部部首，可有证据？难不成你还能证明他不是辛卯逆贼？当然，看清楚了，这是我从钦天监档案中找到的15年前钦天监人员的花名册，上面记载了所有钦天监的人员。苏格，你给老子找出一个向里图来看看。这上面根本没有向里图。本宫也曾代理过监正，可从未见过15年前的花名册。你以为伪造一个花名册就能为他开脱吗？你说我伪造的花名？这里有不少大臣或多或少经历过15年前的辛卯之乱，也认识当年钦天监中的人，各位可以看看里面是否有假。当年之事已过15年，还知道这些名字的人有多少？就算伪造，难道能一字不差的全部伪造出来吗？秦禄，你弄虚作假！诸位莫要相信，这种名单只要提前捏造就行，纸张也可以做旧，不值得信。你说我提前捏造纸张做旧，那王爷您的证据就不能是严刑拷打、子虚乌有？还是说你只是为了给自己的谋反找一个由头？王爷苏格编造逆贼身份，给陛下扣上与逆贼合谋的身份，意图谋反，已被监正拆穿，你还有何话说？你们这一群混账！现在你还有什么花招？好啊！秦禄，是本王小看你了。苏黎，今日这位你退也得退，不退也得退，可由不得你。你果然要造反？造反？本王只是拿回本该属于我的一切。所有皇兄都死了，本王才应该登临大宝。凭什么上位的是他这个女流之辈？来人，给朕将反贼拿下！苏黎呀，苏黎，你以为本王准备这一切就没有预料到最坏的后果吗？整个午门都被本王的人暗中包围，不臣服本王，你们所有人都要死！你竟然如此歹毒！本王就问你，退还是不退？只有战死的燕国女帝，没有苟且偷生的女帝。那本王就满足你。来人！来人！别叫了，你的人来不了了。你说什么？你的人早就被我的暗部暗中解决了，其余人全部拦在了城外。现在午门只有你。不可能！你怎么会知道本王安排了人？你的人如此明目张胆，我怎么可能发现不了？现在你的人来不了了，本监正今日就代替陛下清除你这反贼。你要杀本王？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你一个监正有什么权利杀本王？杀不了？那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镇国剑？不可能！镇国剑100年前早就丢失，为何会在你这儿？当年太祖皇帝信任第1代监正，将镇国剑放置在钦天监，所以镇国剑从未丢失，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能被取出。镇国剑上有昏君，下诛奸臣，现在本监正可有权利杀你？你不，本王没有错，本王没有造反，只是调查出错，误判了。不遵陛下
早有谋反之心，今日不杀你，老子郑国剑不是白请。你，这让你走了吗？陛下，饶本王一命，王再也不染指皇位了。王将内阁交出来，以后当一个逍遥王爷。饶我一命，我愿意用皇室身份起誓。老子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计划杀你，别说皇室身份，你把你老子叫来都没用，让你死个明白，花名册就什么伪造，气不气？银鹿，你不得好死！死了，王爷死了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怎么会这样？这和王爷说的不一样啊！王爷苏格意图造反，已被本监正许郑国剑诛杀。现在开始，倾诉参与之人。臣知错了，陛下还请开恩啊！臣是被苏格所蒙蔽，还请陛下开恩。监正大人饶命啊！臣是被苏格逼迫的，并非自愿的，还请监正大人陛下明鉴呐！白青欢竟然离开了，你以为走得掉吗？你要如何？这是我该问的问题。国师可还记得当日我所说之事？你想都别想！国师可要考虑清楚，我现在只代替陛下在清理反贼。现在国师府已经被我的人包围，国师是不是反贼，就是本官一句话的事情。你就不怕本宫杀了你？哼，杀了我，你是反贼的罪名就坐实了，更逃不出去。我知道国师你在武林中的后场，但现在可没时间给你准备。国师也不希望稀里糊涂还没有出手，就栽在我手上吧。你到底要如何？本监正今天来就是要给你个选择，就像那天你让我选一样。现在苏格败了，你们的联盟也瓦解了。我现在手中还抓着你与苏格合作的把柄，是暂时妥协，还是现在反抗，就看国师怎么选。你该死的苏格，临时改变计划，自己死了就算了，还害得本宫陷入如此被动的局面。要是早知道他午门造反的计划，我也能做出应对，不会如此被动。国师，有时候不一定勾心斗角，打打杀杀才快乐，男欢女爱一样可以身心愉悦。没有余地？你当时也没有给我余地。你不是就想要本宫身子吗？本宫答应。啥？大姐，这么过分的条件都答应？我本来就想要刺激你一下。苏格的事情还需要收尾的时间，根本腾不出手再对国师府动手。现在看来，此女图谋甚大，宁愿牺牲自己的清白，也要保住国师府。别忘了答应本宫的事情。放心，我说到做到。苏格造反与国师无关，希望还有机会能与国师共度春宵。秦鹿，本宫迟早要杀了你。大人，有客人来访，让他在大殿等候。厉王竟然就这么死了，死的也太轻松了。恐怕我国师府接下来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了。秦鹿哪里来的势力，竟然能对付得了厉王？当然是青天剑的势力。不可能，青天剑有几斤几两，我再清楚不过。就那被打废的三脉，除了装神弄鬼，还会什么？我说的青天剑是曾经郑国的青天剑，当年的青天剑已经被拆散了。拆散了，自然也可以重新聚拢，只是让我也没想到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你的意思是说，秦鹿重聚了当年的青天剑？这怎么可能？没有什么不可能。城外挡住苏格私兵的，便是曾经青天剑的暗部，获取情报的为隐部。虽然现在规模小了很多，但不可否认都保存了下来，并且经过15年的暗中发展，已经快有鼎盛之势。厉王死了，秦鹿若是与苏黎搅合在一起，苏黎若是得此助力，下一个必然对付国师府。他们搅和不到一起，这就是今天我来的目的。进来吧。
拜见国师大人。他是？介绍一下，姚延君，女帝苏黎的未婚夫。你是真的没有事情做了吗？我能有什么事啊？我现在的事情就是守着你。你青天剑可没消停，苏格和那些大臣的家都被你抄了个遍，还没事做？这啥话？我都是按照正规流程走的。既然都做完了，是不是该把赃款上缴了？薛琪等人是你青天剑的人，朕不管。可苏格等反贼可是朕朝廷的人，他们的赃款自然该充当国库。辛辛苦苦抄了3天，我都还没捂热乎，你张口就全要？资本家都没你这么剥削的啊！陛下，你说啥呀？陛下，你这御书房是不是该修缮啊？漏风了呀！风好大，我听不见。我突然想起了青天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我就先回去了。站住！陛下，我青天剑穷啊，人才凋零，需要大肆招收能人异士。不仅如此，还有研究经费。不交可以，说说你是怎么获得镇国剑的？别拿我们那套说辞来搪塞朕。的确在青天剑所得，不仅得到了镇国剑，还有一物。还有一物是什么？是国师到，拜见陛下。国师前来，所谓何事？本宫进宫与陛下商量，陛下与姚延君的婚事。婚事？什么婚事？当然是陛下与我身边这位姚延君的婚事。白清欢，你放肆！朕的婚事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了？有意思。白清欢，是本监正提不起剑了，还是你飘了？我今天才把镇国剑的血擦干净，你就迫不及待地送上来了。你，哼，本宫只不过是受人之托而已。陛下，难道你不认我们的婚事？朕何时与你有过婚事？你难道忘了5年前与我师父做过交易，婚事可是你亲口答应的，现在难道要毁约？你是他徒弟？如假包换。这中间还有我不知道的事情。你如何能证明？本公子可是带了一纸承诺的，你可以看看这是不是你的字迹。这的确是朕5年前写下的承诺，但朕可没有答应说要嫁给你。哼，承诺写得清清楚楚，承诺中不包含对燕国不利之事。本公子问你，我们成婚可对燕国不利？本公子不仅在江湖上小有名气，还是各门各派的座上宾。你与我成婚，百无一害。陛下，姚公子此话并未夸大，本宫都在想以后国师府交给他打理，正好更能调节朝廷与江湖的关系。你等我娶了她，以后燕国还不是我说了算？你们让朕考虑考虑，当年那人居然与国师府有瓜葛，果然也是图谋不轨之人。朕想起来了，白清欢也是他推举的。其实本公子挺抗拒这门婚事的，不过见陛下容颜，倒是配得上我。我操！当着我的面抢我未婚妻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需要陛下配你？你一个手无寸铁的监正也配跟我说话？本公子在江湖上也小有名气，要不是我妻给你个监正当的，你算什么？在外面，本公子一招杀你！我就站在这里，你杀一个试试。本公子怎么说也是弟婿，成婚后也是皇家中人，你不过是一条我家的狗而已，也敢插手我们的家事？你养的狗很不听话，为夫不喜欢，为夫勉为其难的帮你决定了，换一条听话的狗。至少要懂得摇尾乞怜。朕的事情还轮不到你做主，你可要想清楚，我可是你未来的夫君，你竟然当着我的面维护一条家犬！到底谁是家犬？你胆子不小，敢当着我的面抢我未婚妻？你敢轻薄本公子的女人，你找死！找死的是你！监正，你僭越了，什么时候陛下成了你的女人？一纸承诺而已，正好本监正身上也有一纸婚约。既然你们想知道，本监正就让你们看清楚。婚约？什么婚约？这是朕的婚约，还是20年前由朕父王定下的？那个时候，朕还是个稚童。没错，我们刚出生没几年，双方父母就定下了娃娃亲。不可能，你的婚书是假的！这婚书和镇国剑放在一起，你说是假的？难道镇国剑也是假的？婚书上有朕父王的亲印，不可能是假的。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20年前就定下的婚事，这秦禄身份有问题。就算真的又如何？你难道要不遵守5年前的承诺？我若没记错，你们刚才说过，
承诺中要让陛下完成一件事，不得有害于燕国。而我与陛下从小就定了娃娃亲，现在我是监正，你若执意要娶她，就是在分裂燕国以青天剑，这算不算是有害于燕国？你国师，本监正说的有道理吧？监正可要想清楚了，姚延君迟早会成为国师，陛下与他成婚是对燕国有利。听见了吗？你一个小小的监正，如何与我比？你们若是不同，恐怕整个武林将会与燕国背道而驰。你威胁我？是又如何？我看看你脑袋有多甜，本监正的镇国剑砍不砍得动？你3息时间，不滚就别走了。陛下，今日多有打扰，本宫先行告辞。5年前是什么承诺？5年前，燕国风雨飘摇，虽然朕已经登基，但根基不稳，再加上朕是女儿身，导致不少人不满。为了能够震慑宵小，朕不得不学习天心诀，而这天心诀也是曾经一位追随父王的心腹给我的，不过却提了条件，才会有那份承诺。只是朕没想到会演变成这样。原来是这样，看来魏王当初那个心腹并没有安好心啊，是人走茶凉，还是其他原因？若真是魏王心腹，会给苏黎下这么大的套？那人在哪？从那之后再也没有见过。又是一条藏在暗处的毒蛇。我会让人去找。你看，我又帮你缓解了一次危机，有没有啥好处？你查封了那么多财宝，好处还少。那不一样，那些是我凭实力得的，可不是陛下你赏赐的，性质不一样。你现在已经是监正了，还是朕未来的夫婿，还不满足，还想要什么？那要看陛下愿意给什么。我这个胃口小，好养活。别废话，说吧，想要什么？只要别太过分，朕就答应你。我想要……你要干什么？我刚刚心灵受到了创伤，需要你补偿补偿我。你再这样没大没小，信不信朕将你关起来？是关在你的寝宫里，还是关在我青天剑的寝宫？秦洛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朕可是会武功的？你信不信朕一巴掌拍死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？当然信，不过陛下舍得吗？你都老夫老妻的，还害什么羞？你是不是早就对朕图谋不轨了？朕怀疑这婚约也是你伪造的，你是不是早就打好算盘了？你这可就冤枉我了。哼，这种事情你又不是没干过。那份15年前的青天剑花名册，朕就检查过。婚约可以伪造，当魏王的印章，我可伪造不了。你这人胆大包天，王爷说杀就杀，还有你不敢做的事情。这可就冤枉我了。杀苏格，还不都是为了你？朕怎么一点都没看出来？我可没有骗你，抄了苏琪家得到的财富，足够我挥霍几辈子了。要不是为了你，我早就走了。谁愿意留下来，整日担惊受怕呀？但为了你，我愿意与天下人为敌。别说是王爷了，我爹来了都杀。哼，就会骗我。我对你的感情日月可见，怎么会欺骗你？不过当务之急，还有一件事情要做。何事？为燕国早日诞下一位皇子，才能真正稳定燕国皇室。秦洛，这里不行，去寝宫。今日应该不早朝吧？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。厉王被你杀了，牵扯出那么多大臣，这些位置还有一些没有落实。主要的位置都安排上了，就先让那些内阁大臣自己商讨。我们现在是5毛钱的。你淫贼！什么话？我可是有证的。再说，我那是插你身子吗？明明是你练的天心诀，帮你解毒。我的手法怎么样啊？你再说，信不信朕一巴掌拍死你？那你可得悠着点。我可是什么武功都不会，真把我拍死了，去哪找像我这样又能帮你镇压燕国的人才？油嘴滑舌，少跟我贫嘴。你怎么知道我嘴油？你刚才是不是趁我熟睡的时候偷偷尝过？不行，我必须尝回来。哎呦，放手啊！不能动我，真以为我治不了你了？我操！你们女人怎么都喜欢用这招？啊？你们女人？哼，说给我听听，都有谁？可恶，纯属可恶！别，你这一拳下去，我半条命都没了。会武功的女人是真惹不起啊！陛下，何事？国师府动乱了。怎么回事？
不知道是谁在江湖上放出以讹传讹的消息，说厉王被杀，内阁被收回，而且还和监正关系暧昧，两人合力铲除厉王。下一个就是国师府。这应该不难猜吧？主要是国师府本就是江湖势力组成，管辖江湖人士。现在很多江湖人士都觉得陛下和监正要准备向他们动刀了，闹得人心惶惶。很多江湖势力都准备脱离国师府管辖。朕何时说过要动国师府？即便要动，也只是国师府，而不是他们。不用猜，很明显是国师府放出的消息。你说白清欢？有可能，不过我更倾向于谣言君所为。谣言君？为何？当然是在御书房吃了鳖，想要用这种方式来逼迫你就范。试想一下，若是江湖乱了，你若是想要稳定江湖势力，到时候是不是只能求他？他不过是一个江湖小辈，或许他还没有能力，但他身后那位神秘师傅一定可以。我倒想知道此人到底是谁。博师傅现在什么反应？国师说他会极力压制。哼，极力压制，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。看来他这个国师是真不想当了。先别动，我先回去调查一下，也是时候该对博师傅动手。调查的怎么样？消息的确是博师府传出去的。果然如此，以武乱纪历来都是国家大忌，这群武夫不像军队，派出去铲除他们可不要脸，打不过直接跑，俗称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不是没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监正可还记得我曾提过青天剑一共6部，现在是时候该让那一部出来了。你是说暗部让他们去刺杀？这的确是个办法。并非暗部，而是5部。5部？不是说5部在几十年前就脱离青天剑了吗？的确脱离了青天剑，不过不是自动脱离的，而是初代监正让5部脱离的。其中还有什么说法？太祖皇帝打下天下的时候，其实最信任的只有青天剑，要不然也不会给青天剑这么大的权力。国师府当年也是由江湖势力组成，但太祖皇帝并不放心。初代监正得知后，直接将5部切割，目的就是为了让5部监视江湖。若是让5部出手，足以抵挡国师府。还有这样的秘辛？不得不说，姜还是老的辣呀。5部现在在哪儿？如何联系？5部就是现在天水城的武盟，江湖上最大的盟会。直接派人联系武盟？这恐怕需要监正亲自出马了。武盟脱离近100年了，现在有点不认5部的身份了。不认5部身份？主要是武盟独立出去后，一直是自己发展。这要说起来，不比现在的青天剑小。那你还让我去？就我这身板去了，还能回来吗？毕竟武盟再怎么排斥，也改变不了5部出身的事实。确定不会被乱刀砍死？只要监正能够震慑住武盟，应该问题不大。我感觉你在坑我。不假，我连一点武功都没有，就这么去，没有一点安全感。传向里图进殿。拜见监正。无需多礼。伤势怎么样了？监正放心，都是些皮外伤。如此甚好。你若出了什么事，向李林非要提刀砍我不可。他敢？好了好了，我叫你来是想要问问，能不能短时间造出一物？何物？好精妙的物件，这竟然是武器！若是造出来，足以改变燕国的局势啊！准备到军备上，战力至少翻几倍都不止。能造出来吗？应该可以。造出一把需要多久？黑火药的材料倒好，青天剑就有，主要是零部件制作需要时间，最迟也要10天。我给你10天，有了这东西，我倒要看看武功再高的人能挨几枪。刚才听闻监正是要去武盟。没错，属下有个不情之请。直说便是。进来，跪下。爹，这是干嘛？还请监正收了小女。向里图，你说什么？什么叫收了你女儿？监正，小女顽劣，我听闻小女竟然逼着监正来救老夫，特意让他来给监正赔罪。这和收了你女儿有什么关系？属下想让小女留在监正身边，熬熬她的性子。正好监正要去天水城，小女身手不凡，也能护监正安全。这大可不必，向李玲不过也是救你心切。怎么，你是看不起本姑娘的武功吗？本姑娘一个打你10个没问题。闭嘴！你这么勇，是怎么活到现在还没被人打死的？还请监正成全。属下觉得可行，
监正此番去天水城，确实需要保障。这样，我先去天水城了解一下情况，向里图将火铳做好后，让校里临快马加鞭给我送来，如何？就这么定了。天水城武盟盟主谭然，一个女子能成为盟主，看来不是个省油的灯，就看我这青天剑监正的身份好不好用了。什么情况？大人，我们好像被打劫了。啥？好家伙，不是说天水城在我们的这里下治安挺好的吗？我这都还没入城呢。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过此路，留下买路财。哼，行话一套一套的。少废话，老子看你身穿不菲，出行还有马车，身上一定有不少银子，拿出来给爷花花，爷要是高兴就放了你。我要是不给呢？老子堂堂监正，在天水城外被打劫了，传回京城还不得被笑话死？要么留钱，要么留命。你们在这儿打劫我，就不怕天水城找你们麻烦？哼，老子干一票换个地方。天水城要是能抓到老子，老子自认倒霉。大人，怎么办？交钱是不可能交的，这里的事多半会传到武盟。我若是在这儿给钱，必然会被谭然小瞧一番，到时候就更被动了。毕竟谁也不愿意跟一个窝囊的青天剑。处理掉吧，麻利点。是，劫谁不好，偏偏劫到大人头上，你们也是命不好。大哥，看样子是个硬茬子呀，咋办？什么咋办？这是我们能决定的吗？你们想回去被那位姑奶奶收拾？那老子宁愿当强盗。放开那位妇人，让我来。不是，你们这群劫匪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天水城闹事。放心，今日有本女侠在，定能保你安全。那就多谢这位女侠了。好说好说。你们4人敢在天水城行苟且，不对，敢在天水城犯案，不怕武盟追杀吗？老子在哪儿行，关你屁事！你算什么东西？对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敢管我们的闲事，老子看你是嫌命长！我们4兄弟不杀无名之辈，报上名来。听好了，本女侠就是武盟谭妙妙，尔等速来受死！谭妙妙，谭冉唯一的女儿，还真是有缘。什么？你竟然是武盟盟主之女，行侠仗义，惩奸除恶，武功盖世，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的天水城第一女侠谭妙妙！什么？居然是她！大人，我怎么听得脚趾头都抠紧了呢？我他妈都抠出30音听了，搞了半天你们搁这儿给我演戏呢，我还以为真遇到强盗了。要演能不能演得像一点啊？哪有强盗这么夸人的？没错，正是本女侠。哎呀，女侠饶命啊！我们4兄弟已经痛改前非，重新做人了。念在你们是初犯，本女侠就饶你们一命。多谢女侠，多谢女侠。你是怎么知道他们是初犯的？大人，此女就是武盟少主，要不要我把她给抓了？不用感谢我，这都是本女侠应该做的。那就多谢女侠了。本姑娘看你们是从外城来的，是来天水城做生意的吗？我若是告诉你我是来找你娘的，你信吗？找我娘？我娘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见的。这倒是个问题。若是我把你给绑了，能不能见到？为了见我娘，把我绑了？你到底什么目的？当然是来砸场子的。当真？那你快绑我！你这脑葫芦够清奇的，你这样反而让我觉得有问题。有什么问题？我还从来没见过有人敢来武盟砸场子，多新奇！我上次这么无语的时候，还是被苏黎睡的时候。愣着干嘛？武盟少主的话没听见吗？啊！这武盟这么好进？本小姐带路当然好进，不过你能不能出去就是个问题了。圈套！你当本小姐傻，还真让你来砸场子。还敢绑本小姐，今日就让你见识见识武盟的厉害！给我杀！
不得无礼。你就是青天剑监正秦璐。娘，你又出去胡闹了？哪有？等会儿再收拾你。看来谭盟主的情报也很厉害。没错，我就是现在青天剑的监正。监正不在京城待着，跑到我穷乡僻邻的天水城来作何？五部脱离青天剑已久，本监正上任，特地来看看我五部发展如何。监正说笑了，武盟是武盟，五部是五部。你不认？可要想清楚，天水城是青天剑给你们的。你若不认，我只能将尔等驱逐出天水城，让暗部来接管天水城。若是上两任监正给本盟主说此话，倒还有些威慑。现在的你有什么资格？有没有资格你可以试试，看看是你武盟成员厉害，还是我燕国大军更加骁勇。燕国现在自顾不暇，可没有那么多精力。燕国的问题是内部因素，可不是外部问题，否则那些躲在暗处的老手也不至于一直躲躲藏藏。你们这些武林人高手是多，但再多能有燕国大军多。本监正保证一天踏平天水城。你敢？我今天叫你有来无回！一直听闻这一任的监正非常强势，果然闻名不如一见。你来的目的我知道，就算我答应你，但你让武盟这么多兄弟去为你拼命，总要让他们也心服口服。条件很简单，江湖规矩，手底下见真章，打一场，赢了武盟改名五部。这条件是不是太粗鲁了点？大家都是有身份的人，不一定要用这么极端的方法。靠，我一个跑几步都大喘气儿的人，你让我比武？不对，我刚才就纳闷，这女人为何答应得如此爽快？原来是以退为进，果然没那么容易对付。都是江湖人，你想让我们帮你做事，就需要有折服众人的势力。这里是武盟，强者为尊。话糙理不糙，监正可改。看来谭盟主是吃准我不会武功，故意刁难了。监正这是什么话？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规矩，不过是所谓的入乡随俗。若是监正不愿意，那便请回。毕竟我们这都是些粗人，出手不懂分寸，到时候伤到了监正，也不好向朝廷交代。我还以为多厉害呢，原来是个怂蛋。手无缚鸡之力也敢来我武盟，简直厕所找灯笼，找死！青天剑的监正现在都这么废的吗？现在当官的门槛真低，就这样也能当监正？也是老子不在京城，要不然也当个监正玩玩。哼，能不能行啊，细狗！不行快滚！这些dum东西敢嘲讽我，要是手上有枪，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大胆！谁敢辱骂监正？待我！呸！你们是不要命了吗？哈哈哈哈哈！谭盟主，比试本监正接了。监正确定，比试可不是儿戏，我奉劝监正想清楚。辛苦了，东西做好了吗？你要的东西，父亲可是几天没合眼，连夜做出来的。乡里图不愧是老手艺人，还真有两把刷子。谭盟主，你要怎么比？这人怎么回事？突然间性情大变，刚才唯唯诺诺，现在为何如此自信？难道与来的这女子有关？让她代替出战？监正恐怕没有听清楚，我说的是监正与我武盟的弟子比武，而不是找人代替你进行比武。凭什么不能代替？临走前我爹可是交代了，一定要保护好他。你们想要比武，本姑娘来，一个打你们10个。果然和我想的一样。不用，就按照你们的规矩，让本监正来见识一下五部的实力。你疯了？你会啥武功？出去挨揍吗？盟主，让我来，保证打得他妈都不认识。我来，真当武盟是青天剑了，还敢跑这儿来撒野？监正既然如此有信心，就从这群武盟弟子中挑选一个，只要你赢一场就行。好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但说无妨。单纯的比试多没有意思，不如加个条件，赌命。
姓秦的，你疯了不成？你确定？当然，难不成在座的各位都怕死？他到底想要干嘛？明明一点武功都没有，竟然敢以命相搏。不管他对上谁，都没有任何胜算。他就是想要死啊！若是他死了，青天剑一定震怒。朝廷为了平息青天剑怒火，必然出兵，这才是他的目的。逼我就范，简直就是个疯子！让我看看选谁好，就选你了。你疯子，你果然是疯子！若是一个普通的武盟弟子杀了他，我还能推脱，将人交出去。但让妙妙杀他，性质就不一样了。比就比，本小姐还怕你？不可！娘放心，看女儿手到擒来。那就请谭小姐赐教了。妙妙，记住，等会儿一定要手下留情，击败就行，不能伤他性命。娘放心，看女儿3招之内擒他。你不用武器？对付你还不需要。你不用，那我可用了。随便，反正你在我手中走不过3招。话不要说的太满，你能挡住3枪再说。这是什么武器？你仔细看看，那玩意儿就是烧火棍，也配成武器？这擎天监的监正，怕不是得了失心疯，竟然用这种东西。别这么说，没准是擎天监太穷了，根本拿不出去武器，只能用这玩意儿代替。谭小姐，我劝你还是放弃吧，等会擦枪走火伤到你，你娘会心疼的。哼，装神弄鬼，看招！妙妙，这小东西这么厉害，赶明让师傅也给我做一个。啊，这怎么可能？小姐一招就被击伤了，我眼花了。以小姐的身手，怎么可能不敌？那到底是什么武器？你那是什么武器？想知道啊，就不告诉你。哼，刚才只是我大意了，再来。不好意思，刚拿到手，有些不熟悉，打歪了。这一枪肯定歪不了了，你败了。我呸！有本事真刀真枪的干，有这种伎俩算什么本事？是谁刚才说3招擒住我？现在刚好3招。你说我这一枪打在你额头上会怎么样？会不会将整个脑袋打穿呢？可惜了，一个美人就要潇湘玉殒的。不，我认输。表姐竟然输了，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会这样？我不能接受！那混蛋竟然用暗器！喂，我都认输了，快把你这东西拿开！韩大小姐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你难道忘了我比武之前可是赌命的？除非一方身死，哪有认输的？你没想到吧？别动，你再动一下，我手一抖，你小命就没了。这个混蛋竟然想要杀小姐！小姐都认输了，还不放开小姐？都给我滚开！你们武盟难道都是地痞流氓？你们口口声声说江湖规矩，怎么现在轮到我这儿就不讲规矩了？他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，有什么资格称自己是江湖中人？小姐已经认输了。你们再敢多逼逼一句，我立马开枪！住手！韩盟主有何指教？放了妙妙，我武部愿意听候青天剑差遣。武部见了监正，难道没点态度吗？看来只是嘴上说说而已。唉，武部麦手坦然，拜见监正。武部弟子拜见监正。娘，为什么要答应他？武盟原本就是曾经的武部，也是时候该认祖归宗了。傻女儿，若是曾经的青天剑，武盟还不惧，但现在，特别是他手上的武器，足以改变武林的局势。不回去，等他腾出手来，武盟恐怕只有解散这一条路。武部听令，从今天开始，武部重回青天剑，武部弟子全部暂停手中任务，等待安排，可有异议？武部领命。消息可以确定了，
10日前，秦鹿秘密离开了京城。这个时间段离开京城，他就不怕国师府发难？他去哪儿了？出了城就摸出了踪迹，不管他去哪儿了，都是好事。趁他还没有回来之前，把皇宫的事情解决掉。你想怎么做？我算了一下时间，苏黎天心诀要发作了，送瑶颜君进宫。你的意思是，等他功法发作，让瑶颜君与他生米煮成熟饭，让他不得不与瑶颜君成婚？这个主意倒是不错，不过皇宫可不好进。放心，我都打点好了。太好了，这该死的女人，我一定让她尝尝当女人滋味。所有人5部弟子都按照你的吩咐，全部调回了天水城。效率挺快的嘛。国师府鼓动江湖势力兴风作浪，你5部的任务只有一个，把这些人给我拦住。就这么简单？当然不止，5部除了镇守这些武林人士不作乱外，还需要对他们进行监视。监视？你是要对他们动手？在江湖上兴风作浪也就算了，还打算左右王朝，不死也要脱层皮。其中也包括5部。谭麦手说笑，5部可是青天剑的一部分，本监正怎么可能对付5部？他在提醒我，若是5部再次变成武盟，就是铲除的对象。这一任监正果然很强势。监正放心，5部一定秉公执法。我观谭妙妙身手不错，但性子似乎有些跳脱，不如跟着本监正回京城历练一番。监正说的是，妙妙跟着监正，我也能放心不少。京城那边传来的信，准备一下，今日回京。出了什么事儿？我的行踪暴露了，有些人坐不住了。我们是秘密出城的，怎么会暴露？当然是青天剑里面藏了老鼠。国师府开始异动了。你这次去京城，一定要听监正的话，不要耍小孩子的性子。娘，我不去京城，我就在天水，哪也不去。胡闹！5部脱离青天剑太久了，又掌控着部分江湖势力，监正对我们不放心。哼，我是去当人质的。什么人质？说到底，武盟终究是5部，是青天剑的一部分，我们又不凡，哪来的人质一说？此次让你去并非游玩，而是获取功勋。你不是一直想当惩奸除恶的女侠吗？现在就是机会。啊，获取功勋？现在唯一不稳定的便是国师府，监正要对国师府出手。你若出手相助，不仅能化解5部现在尴尬的局面，还能获取功勋，不是两全其美？这么说好像有道理。马上就要到京城了啊！我没有杀谁。你一个女子，能不能淑女一点？哼，本姑娘江湖中人，不拘小节。让马车建成后，直奔刑部的府邸。去刑路那里干嘛？青天剑的人在这段时间基本被我换成了曾经青天剑的人，唯一没有换的只有刑路。你是说，是刑路出卖的行踪？100%吧，现在估计准备跑路了。动作都麻利一点，不值钱的东西全部放在府邸，将值钱的东西都搬到马车上快速转移。大人，府中的东西太多了，我们准备的马车有些不够用。不够用，那就把最贵重的都带走，剩下的都留下。留下？可是留下了，不是骗他人了吗？你懂什么？若是大人成功了，本官还可以回来，到时候这里的东西不仅还是我的，本官得到的还会更多。那位大人可是许诺过，只要帮他办事，我秦鹿是下一任监正。秦鹿以为杀了薛齐唐公，青天剑就没有大人的眼线了吗？天真！大人，若是秦鹿回来了怎么办？根据青天剑的情报，秦鹿现在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，所以本官只能先避避风头，等那位大人成功后就回来。若是失败了，失败了本官就不回来了，要不然本官何必带着这么细软？你以为本官亏了？本官永远不亏！快去找，让他们动作麻利点儿，一炷香后不管还有多少东西都不要了。是。秦洛怎么也想不到，等他到了京城，我早已经离开。就算知道是我，又能怎么样？那你要是离不开呢？监正，邢麦手家里挺热闹的，逃难还是迁徙啊？监正说笑了，属下就是简单搬个家。监正不是明天才回京吗？该死！
青露怎么提前回来了？怎么办？必须想个办法。实在不行，只能杀了他。搬家，我看是畏罪潜逃吧。监正大人可不要冤枉我啊！冤枉？本监正秘密离开京城，行程都是保密的。你是怎么知道我明天到京的？我说说吧，你背后之人是谁？我要是高兴，还能给你个体面。廷禄，既然你知道了，本官也不装了。我奉劝你一句，有些人是你不能得罪的。那位大人非常神秘，你可不是他的对手，识相点就当没看见。哼，威胁我？我行路在京城混了这么多年，真以为我没做两手准备吗？既然来了，就别走了。我这院子可埋伏了高手。高手？哈哈哈哈哈！你是说他们？秦璐，这两人功夫不错，可惜遇到了我啊。这怎么可能？当发现你有问题的时候，老子就飞鸽传书，让尹部监视你的一举一动。现在还有什么招数？监正大人饶命，饶我一命！属下也是被逼无奈。我还是喜欢你刚才桀骜不驯的样子。监正大人，只要你放过我，我可以告诉你国师等人的阴谋。国师的阴谋？白清欢现在在哪儿？只要监正大人放过我，我保证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难道白清欢在密谋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？松焕的情报也透露着国师府这段时间的诡异，太过于安静了，似乎在运用着什么。你若说的是真的，本监正就饶你一条狗命，说到做到。国师具体的计划是什么我不清楚，但知道国师今日进宫了。白清欢要对苏黎动手，他找死！将他关押起来。什么？你骗我？我只说饶了你命，可没说放你离开，在大牢中度过后半生吧。你不，我怎么可能在大牢中度过后半生？你不让我活，我死也要拉上你的垫背！傻逼，控制这里，向里灵。你们二人立马去找向里图拿造好的火铳，其余人跟我进皇宫。白清欢，你敢造反？是又如何？本宫告诫过你，想要燕国安定，你唯一的选择只有谣言军。本宫这么做也是为了燕国。一个乱臣贼子，也敢口出狂言！这燕国本来就不是你，你不过是个盗取了燕国的贼而已。现在可以将燕国还给我了，本宫才应该是燕国的女帝。还给你？你有什么资格？资格？就凭我父亲是15年辛卯之变的太子，就凭本宫是他的女儿。你说什么？你是太子的女儿？不可能！15年前，本宫侥幸逃过一劫，改名换姓，一直流落在江湖中，逼着自己学武，然后掌控国师府，就是为了今日。怪不得你还想要掌控青天剑，原来是这样。陛下，今日有我在，谁也别想伤害你。就凭你还不够资格？我早知道他天心诀功法的副作用时间，现在根本无法动用功法。你一个人可不是我们2个人的对手。谣言君，苏黎镇赏赐给你了，他就让本宫来对付。我可是等不及了。本宫说了，你的对手是我。美人儿，自从见了你，我可是日思夜想啊，终究你还是我的。找死！你现在可不是本公子的对手，本公子说过，你是我的就跑不掉。放心，我会好好疼你的，正好借娘子寝宫一用。谣言君，你敢碰朕一下，朕绝不会饶你。小美人儿，你要怎么不饶我？是在床上饶不了我吗？你功法的副作用已经发作，到时候怕不是要饥渴难耐的扑向我？你可以试试，就算废了这一身武功，朕也不会放过你。现在的你可没有这样的本事，今日本公子就让你成为我的女人，让我也尝尝女帝到底是什么滋味。朕一定会杀了你，秦璐也不会放过你。秦璐？他现在还在骑马赶回来的路上，
等他赶回来，大局已定。你已经成为我的玩物。若是他跪下来求我，本公子玩腻了，没准就将你让给他。不过，现在本公子可是迫不及待了。欧阳君，敢动我的女人，你找死！秦璐，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这么快回来？看来你们很相信我放出去的假消息。你回来了又如何？你一个弱鸡竟然敢一个人出现在我面前，是谁给你的勇气？秦璐，快走，别管我！走？在我面前还想要走？放心，本公子现在不杀他，我要他亲眼看见自己的未婚妻爬到我面前。乖乖滚过来，本公子还得让你少受点皮肉之苦。本监正也给你个机会，现在跪下，没准我还能保证你下辈子当个太监，至少命还在。果然是条不听话的狗，看来还需要本公子亲自出手，让你知道狗为什么该对主人摇尾乞怜。小心！你那是什么东西？一个死人没必要知道这么多。哼，武功好又如何？还不是一枪撂倒，一枪不行就2枪。饶了我，我还没碰苏黎，饶我一命。去跟阎王说吧。怎么样？你来得及时，要不然是我回来晚了，没事了啊，没事了。你快去帮青商，他一个人不一定是白清欢的对手，他是太子遗孤，就是为了复仇而来的。好，你安心休息，交给我，等我平息后来帮你化解天心诀。苏黎的结局已经注定了，等他和姚延君鱼水之欢后，功法副作用全面爆发，没有秦璐那个意外，2人都必死无疑。滚开！放弃吧，你不是本宫的对手。那再加个我呢？秦璐，你很意外我会出现在这里。情报有误。你还不算太蠢，不过我倒是没想到你竟然会是太子的遗孤。放弃吧，你没有希望。这燕国本就该是我的，该放弃的是你们。剑正，快去救陛下！现在恐怕来不及了，你过去没准还能看见最香艳的一幕。倒让你失望，我进宫后最先去的便是寝宫，姚延君已经被我杀了。不可能，你一个普通人如何杀姚延君？看来你们的情报也并没有覆盖整个燕国。是又如何？加一个本宫照样能胜你们，到时候亲自去杀苏黎。那再加我们呢？你武蒙谭妙妙，正是本小姐。你国师府控制的江湖势力已经被5部挡住了，现在你孤立无援，束手就擒吧。今天就算本宫死，也要拉你们垫背。现在你还觉得有机会吗？你手上的是什么东西？能要你命的东西。说说，支持你的人是谁？本宫就算是死，也不会告诉你。本宫要让你们活在恐惧之中。你不过也是他的一枚棋子而已，你真以为即便杀了苏黎，你就能当上女帝？天真！我说的没错吧，秦明？秦明，一个死去的人，看来青天剑的引步也不过如此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可悲又可怜，从始至终连利用你的人的身份都不知道，竟然还死心塌地的相信他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我的好父亲，要不要出来亮个相？反正身份已经被我识破了，何必再躲躲藏藏？你没想到竟然真发现了我的身份。没错，我就是秦明。不可能！怎么可能？你应该死在辛卯之变，怎么可能还活着？你和苏格一样是废物。本座帮了你们这么多，最终竟然斗不过我的儿子。早知道15年前就不给你留活路了。我很好奇你是怎么发现我身份的。在我去天水城前，专门查阅了当年的辛卯之变，再加上向里图说你可能没死，让我百思不得其解。你没死为何不现身？最后我做了一个大胆的猜测。
哦，什么猜测？如果你没死，但又不现身，那么一定在谋划着一个惊天的计划，而你的身份已经是监正。如果还不满足，那么只有一个目的：皇位。你想要自己坐上龙椅，当皇帝？不愧是我儿。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当年的辛卯之变真正的谋划者，并非魏王，而是你妈。或者说，魏王准备发动辛卯之变时，就准备了另一套计划。这套计划就是杀死所有的皇室，其中还包括魏王。但中途出了意外，而这个意外不是别人，而是我爷爷秦风。你的野心太大了，一个钦天监还不满足。爷爷遵从钦天监唯一的原则，守护燕国，所以最后爷爷出手，让你计划失败，导致厉王苏格活了下来，你身受重伤，最终让苏黎捡了便宜，登上皇位。15年间，钦天监监正换了一位又一位，但真正掌控钦天监的还是爷爷。这15年，你一直没有动手，最主要的原因是忌惮爷爷。直到爷爷死后，你再次开启了计划。若我没猜错的话，依然和15年前的一样，你要先杀掉皇室，让整个燕国乱起来，你才能振臂一呼，登上皇位。你说的没错，当年要不是那迂腐的老头，现在坐在那个位置上的就是我。钦天监一直被他掌控，让我失去最大的助力，不得不徐徐图治，暗中培养势力。让我没想到老爷子死后，竟然让你入局。骗我的，都是骗我的！你给我去死！我要为父皇报仇！去死！如此靓丽，露儿，不如我们父子联手如何？不仅燕国，周边国家都将会是我们的囊中之物，我们父子俩将成为真正的千古一帝。你爷爷那个老顽固，只知道抱守残缺，守着那些陈旧的规矩。这天下能力者居之，历来如此。燕国皇室没能力守护，那就该拱手让出来。可那老东西不管我怎么劝，他都不听。最后不仅在最关键的时间点将钦天监召回，还背刺本座。现在老东西终于死了，我们父子联手，绝对所向披靡。你一个躲了15年的人，凭什么有底气？为父这15年可不是在躲，而是养精蓄锐。不仅燕国，连周边的数国都已经被我渗透。只要拿下燕国，再运作几年，周边数国犹如探囊取物。我拒绝。你说什么？你可要想清楚，这可是一个超级帝国的皇帝，为父当不了几年，最后这些都会是你的。你这么牛皮，当年怎么失败了？也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。看来你与那老东西一样，也冥顽不灵。为父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。燕国的牢饭比较适合你，今天我就替秦家铲除你这个大逆不道的子孙。好好好，为父给你机会你不珍惜啊，那就别怪为父大义灭亲。你可以问问我手中的枪答不答应。我倒小瞧你了，没想到鼓捣出这种东西。不过武器也要看人，就凭你还发挥不出它的威力，只有在我手中它才能算真正的神器。想跟我斗还嫩了点儿。一把不行，那3把呢？什么3把？这东西你有3个，你觉得我会信吗？像这样的旷世兵器，能造出1把就不错了。即便以钦天监的能力，或许能造出第2把，但这么短的时间内，绝对不可能。哼，那还真让你失望了。给他亮个相。3把？真的有3把？这怎么可能？钦天监的工作什么时候到达这种程度了？现在对付你应该够了。你武功再高也怕菜刀，像李陵、妙妙都离他7步之远。他武功再高又怎么样？7步之外，我不信他能快过子弹。你这个逆子！不行，今天的情况完全出乎我的意料。香李陵与谭妙妙不过尔尔，但手里的武器的确让人忌惮，只能先撤，重做打算。我的好大儿，今天是为父认栽了，今天就此作罢，以后为父不再染指燕国，如何？好啊。不行，你这是放虎归山。没错，若是现在放了他，以后不一定能闹出什么幺蛾子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我们以后有的是时间。
上，给我抓住他！逆子，你不讲武德，竟然敢暗箭伤人！兵不厌诈，你没听过不能将后背给敌人吗？放你回去，连向李陵他们都知道后患无穷，你觉得我会放你离开？太天真了！你燕国的罪魁祸首，燕国15年因你而起，也该结束了。带下去。牢内的饭菜可还可口？有本事你杀了我！杀你那我不是大逆不道了？我可不是你。你最好杀了我，否则给我机会，燕国必定生灵涂炭。你要出得去再说，这牢房可是我专门为你打造的。我知道你这15年发展了很多人，这里的守卫全部都是我的心腹，而且每个月都要轮换，你逃一个试试。逃是不可能了，慢慢享受吧。给本监正守好了，任何人靠近杀无赦。怎么说也算是我的父亲，就让他在这儿安享晚年吧。是。哎呦，怎么了？你儿子踢我。臭小子，你再踢一下，老子保证出来后皮鞭伺候。打孩子要趁早，棍棒下面出孝子，可不能成为我的老子。你敢？你要是打我儿，朕一巴掌拍死你！